糖尿病一直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全球有数以亿计的糖友，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失去生命，其中许多甚至未满60岁。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，我们难免感到无力。难道终身服药打胰岛素就是糖尿病患者唯一的出路吗？然而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现代医学对糖尿病的了解正在不断深入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习惯正在成为对抗高血糖的新希望。这就是今天要介绍的餐后10分钟神奇动作。科学证实，只要在每餐饭后做10来分钟的简单运动，血糖峰值就能明显下降，平均降幅约在 20% 以上。有些研究观察到高达 23% 的降幅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如果能够每天坚持这个习惯，短短3个月就可能让持续高企的血糖恢复正常，甚至逆转糖尿病的早期并发症。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？接下来，我们就以浅显易懂的方式，深入探讨这个让血糖狂降的神奇秘密。中国有句老话，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。许多人从长辈那听过这句劝导，意思是饭后适当走一走，有助长寿健康。过去我们也许觉得这只是不着边际的俗语，顶多帮助消化而已，哪想到它竟藏着控糖的奥秘。现在科学家用严谨的研究重新审视这句话，结果发现饭后走一走不仅仅是帮助消化，它对血糖控制的作用甚至比某些降糖药还要明显。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运动医学研究中，科学家总结多项实验后指出，每餐吃完步行大约2到10分钟，可以有效抑制饭后血糖的飙升，将饭后血糖高峰削低约1/5到1/4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以前饭后血糖可能冲到危险的高度，现在因为动了这10分钟，峰值降低了将近20到 25%。要知道，很多降糖药物也不过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古人凭经验总结的智慧，终于被现代科学所认证。更令人惊喜的是，饭后100步走的效果还胜过空腹千里跑。有实验把糖尿病患者分成2组，一组每天清晨空腹快走半小时，但3餐后都坐着不动；另一组早上不特别运动，而是在每次饭后立刻走10分钟。结果短短几周就见分晓，饭后走动组的血糖控制明显更佳，甚至一些人胰岛素的用量都降低了。反观只早起运动但饭后久坐的那组，血糖波动依然较大。这证明了运动时机的重要性，与其一天只在一个时段剧烈运动，不如把运动碎片化，尤其针对饭后这段关键时刻进行活动，效果事半功倍。要明白为什么短短10分钟散步有如此魔力，先得搞清楚饭后血糖的危险时段。当我们开始吃饭时，体内计时器也同步启动。一般人在进食后大约30到60分钟，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会达到峰值，你可能没有任何感觉，但此时体内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糖洪水，血糖冲上高峰时，胰脏不得不拼命分泌胰岛素来应对，把过多的葡萄糖转运到细胞中储存。同一时间，高血糖还在悄悄对身体各处造成伤害，多余的葡萄糖开始与血管壁、神经组织上的蛋白质结合，产生有害物质，就像把身体的大大小小血管浸泡在糖水里，久而久之引发动脉粥样硬化、神经病变等可怕的并发症。此外，饭后高峰还会刺激肝脏把多余的糖转化为脂肪，甘油三酯升高，让人发胖并引发脂肪肝。可以说，饭后那1小时的隐形血糖风暴是糖尿病并发症的重要推手，也是必须全力对付的对象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对抗这沉默的杀手？关键就是设法削平这个血糖高峰，让血糖高峰不要那么尖锐，上升幅度小一些，速度慢一些，峰值低了之后，血糖大起大落的幅度就能缩小。胰岛素不需要超负荷工作，身体组织受到高糖侵蚀的时间也会减少。传统上，医生会建议控制饮食，按时吃药，目的就是让餐后血糖上升的不要太快太高。然而，仅靠药物远远不够，我们还需要生活习惯上的改变来帮忙。这就把我们引向那个简单却神奇的动作。是什么样的运动这么神奇，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血糖直线下降？答案其实非常朴素，饭后散步。也许你会想，
走路谁不会？就这么简单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关键在于时机和方式。当我们在饭后马上进行轻度活动，比如慢慢走路，在家里收拾碗筷，站起来活动四肢，身体的大块肌肉会立刻参与工作。这时候肌肉细胞如同打开了一道捷径，不需要胰岛素帮忙，也能直接从血液中抓取葡萄糖来当燃料，等于是帮胰脏分担了运输糖分的压力，大大降低血糖在短时间内飙高的可能。用通俗的比喻来说，饭后血液里涌现很多糖分子小偷，正准备溜进血管壁作案。这时你让肌肉活动起来，就好像派出一队肌肉卫兵去血液中巡逻，逮住那些多余的葡萄糖，把它们押送进肌肉储存库。结果就是血糖不会高到伤害器官的程度，肌肉也顺便得到了能量。而且由于肌肉把糖抢着用了，胰脏就不用释放那么多胰岛素，长期下来胰岛细胞不至于累垮，胰岛素抵抗也会有所改善。这绝不是纸上谈兵，科学研究一再证实了饭后适当活动的神奇效果。控制血糖峰值，医学期刊上的研究显示，饭后马上散步能显著降低血糖峰值。例如，一项2016年的研究发现，晚餐后立刻散步30分钟，与餐后不活动相比，可将晚餐后的血糖曲线上升幅度削减约 22%， 将近1/4的血糖高峰就这样不见了。想想看，单靠一双腿就做到这点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降低胰岛素需求。另一项对比试验中，让50位2型糖尿病患者采用不同时程，结果发现仅仅15天，那些每餐后都站起来走10分钟的患者，胰岛素用量明显下降，他们的血糖更稳定，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好，甚至医生主动替他们减少了胰岛素注射或口服药的剂量。这意味着他们的糖尿病在短时间内就有所缓解，身体变得更健康，更高效地利用血糖，全天血糖更平稳。日本糖尿病学会在202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给出了有力的证据。他们比较了2种运动方式，每餐后步行10分钟，对比每天一次性运动30分钟。结果显示，每餐后分散运动的那组人，全天的平均血糖水平更接近正常，血糖波动明显减少。不仅饭后高峰低了，就连空腹血糖和整日血糖曲线都更平稳。这等于在官方层面认证了饭后活动的价值，连专业学会都肯定的控糖策略。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试试呢？或许你会问，把血糖降下来了，然后呢？真的能逆转糖尿病吗？当然，糖尿病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问题，要根治并不容易。但越来越多的案例告诉我们，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，至少可以让2型糖尿病大幅缓解，甚至长期达到不需要药物治疗的地步，也就是所谓的糖尿病逆转。而坚持餐后运动3个月，正是许多成功逆转案例中的关键部分之一。想象一位患糖尿病10几年的长者，过去每天离不开药丸和胰岛素，仍然被血糖问题困扰不休，血糖持续高企，带来视力模糊、手脚麻木、肾功能下降等并发症。他几乎对生活失去信心。然而，在医生指导下，他开始了全新的控糖尝试：管住嘴、迈开腿。所谓管住嘴，是调整饮食结构，避免过量糖分摄取。迈开腿，首先就是坚持每餐饭后10分钟的活动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也将信将疑，但1-2周后，他发现奇迹出现了，饭后血糖不再飙到以前的高点，人也没有过去那种饭后昏昏欲睡的感觉，精力反而更好了。更鼓舞人心的是，他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数值也开始一路下降。大约3个月后，医生为他做了全面检查，结果令人难以置信，他的平均血糖已回到正常人水平，多年来服用的降糖药减到几乎可以停药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早期的并发症迹象，例如尿蛋白、视网膜病变的指标，都出现了改善迹象。有医学报告记载，一些患者通过科学的饮食加运动，在短短3个月内让血糖达标，部分逆转的神经病变和肾脏问题，重新过上了接近正常人的生活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严重的并发症不可能一下子消失，但只要血糖长期稳定，病情就不会继续恶化，
身体还有机会慢慢自我修复。3个月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，证明糖尿病可以被严格的控制住，我们有机会夺回健康主导权。值得强调的是，这里说的逆转并非魔法般治愈，而是指通过努力让糖尿病进入缓解状态，血糖长期保持正常而无需药物，从而远离并发症的威胁。在医生监测下逐步减药停药，是对自己负责的做法。有专家提出代谢记忆的概念，意思是曾经得过糖尿病的人，哪怕逆转后也不能掉以轻心，仍然需要持续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比从未得病的人更容易在不良生活习惯下复发。简而言之，我们可以把糖尿病管住，但还需继续坚持，才能防止它死灰复燃。了解了饭后运动的好处，我们有必要再挖深一层。为什么这个方法如此有效？它解决了糖尿病背后哪个关键问题？答案就是胰岛素阻抗。2型糖尿病患者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胰岛素太少，而是胰岛素作用不灵了。长期热量过剩，缺乏运动，会让身体细胞对胰岛素麻木，需要越来越多的胰岛素才能把相同量的葡萄糖送进细胞，这就叫胰岛素阻抗。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这个状态，光靠吃药打胰岛素降低血糖，无异于饮鸩止渴。外源胰岛素越用越多，身体越来越抗拒，恶性循环依旧在暗中进行。饭后运动之所以被专家视为糖尿病的救星，正是因为它对抗的是胰岛素阻抗这个元凶。当我们在餐后活动时，肌肉自行消耗血糖，不需要胰岛素参与，等于替胰脏分忧。随着肌肉对葡萄糖利用增加，血液中胰岛素的浓度反而下降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逐渐恢复。长期坚持下去，胰岛素阻抗会明显改善，身体重新找回对血糖的控制力。有医生形容这个过程是把吃出来的病再用吃含动给治回去，通过饮食控制减轻胰岛素负担，再通过运动提高胰岛素效能，双管齐下，糖尿病自然有机会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更巧妙的是，饭后轻度运动贴合了人体的自然节律。饭后我们的副交感神经活跃，人容易犯困，懒洋洋，血糖也在上升。如果任由自己瘫在椅子上滑手机，身体就进入一种高血糖加少活动的糟糕组合状态，胰岛素阻抗只会更严重。但如果强迫自己站起来走几步，身体的交感神经被调动，整个代谢开始加速运转，不仅糖分得到利用，连脂肪燃烧也被带动起来。有人发现，饭后走一走能减少腹部脂肪囤积，而肚子上的脂肪正是引发胰岛素阻抗的大敌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等于从多个角度同时打击了糖尿病的病根。说了这么多，相信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试试这饭后10分钟的神奇运动吧。别急，让我们来了解正确的打开方式，以确保安全有效。1. 什么时候开始动？饭后越早越好，但不建议饱餐后立刻狂奔。专家的建议是，从吃第一口饭算起，约15到30分钟内开始活动最合适。换句话说，您可以在饭后稍做5到10分钟，然后就起身活动，不要等半小时那么久，因为30分钟左右，血糖往往已经接近峰值。我们希望赶在峰值到来之前就拉它一把。简单来说，饭后别忙着葛优躺，10分钟内让自己站起来动一动，从洗碗整理桌子开始都行，千万别一吃完就陷在沙发里不动。2. 持续多久？每次活动至少持续10分钟左右才能起效，如果体力允许，15到20分钟会更好。别担心，没有专门时间，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即可。比如中午休息时绕着办公室走一圈，晚饭后出去散散步。很多人觉得运动好难挤时间，其实把3餐后各拿出10来分钟，加起来一天也就半小时而已，比起专门抽时间去健身房要容易得多。重要的是贵在天天坚持，偶尔一次散步作用有限，但如果每天2到3次饭后都动起来，累积效果将非常惊人。3. 动作强度多大合适？饭后运动强度不宜过猛，以中等强度为佳，也就是稍微有点喘、微微出汗的程度。每个人的体能不同，判断标准很简单。活动时你能够边走边轻松说话，但稍微有点气喘，
就是合适的强度。如果快走觉得吃力，那就放慢到普通步行，重点是持续动。常见选择如饭后散步、在原地踏步、做简单家务等。对于年轻人，也可以选择爬几层楼梯或做简单的拉伸，只要不是剧烈到满头大汗、上气不接下气，都算是适宜的。切记避免剧烈奔跑或跳跃，因为那样可能让刚吃下的食物在胃里翻江倒海，引起不适。4. 注意事项：饭后运动不等于空腹运动，千万不要误解为不吃饭去运动。饭后运动的前提是你吃了碳水化合物，有血糖可供消耗。如果是空腹状态，应该适量进食再动，以免发生低血糖。特别是正在服用降糖药或注射胰岛素的糖友，更要注意别空腹剧烈运动，渐进增加。如果平常很少运动，不要一开始就要求自己每餐后都快走20分钟，可以从饭后走5分钟开始，身体适应后逐步延长到10分钟、15分钟，听从自己身体的反馈，量力而为，比较安全。穿着和环境，选择舒适的鞋，尤其糖尿病患者有末梢神经问题的，要保护好脚，避免磨出水泡或受伤。衣着宽松，让身体活动自如。饭后散步的路线最好平坦安全，避免剧烈起伏地形。室内也可以原地踏步或者利用跑步机慢走。如果室外天气不佳时，饭后血糖监测，刚开始养成这个习惯时，不妨自己测几次血糖，比较一下饭后不活动与活动后的血糖差异。很多人会发现运动后血糖值明显更低，这种及时的反馈能增强信心，让你更有动力继续坚持。特殊情况，如果饭后需要使用胰岛素的患者，应和医生讨论如何配合运动调整胰岛素剂量，因为运动本身降糖，两者叠加可能导致低血糖。还有一些刚做完腹部手术、严重胃下垂或身体极度虚弱的人，饭后可能需要多休息，这类情况应遵照医嘱，不可勉强运动。既然饭后适当活动这么有益，那与之相反的就是那些饭后不良习惯了。我们身边其实有许多人犯着这些错误而不自知，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员，现在就该引起重视并努力改变。饭后瘫坐不动，吃完饭就坐着玩手机、看电视，这是现代人很普遍的习惯，但正如前面所说，这样做等于错失了控制血糖的黄金机会。长期饭后久坐，血糖反复冲高，时间久了几乎注定血糖代谢出问题。不仅如此，饭后久坐还容易消化不良，因为肠胃蠕动减弱，人也更容易发胖。与其饭后滑手机，不如站起来一边听听音乐一边走路，养成更健康的放松方式。饭后马上睡觉，有些中老年人喜欢饭后打个盹，觉得这样养生。其实饭后立刻躺下睡觉对健康非常不利。首先，饭后平躺会让胃里食物和胃酸反流，更容易引起胃食道逆流等问题。其次，饭后困倦往往是血糖飙升的信号，如果此时倒头就睡，高血糖在体内肆虐，毫无阻碍，不仅伤身，还容易醒来后感到头昏脑胀。正确的做法是饭后先活动一下，等血糖趋于平稳，身体稍微消化一部分食物后，再考虑午休或小憩。而且许多过来人发现，饭后走一走反而提神，原本那种想睡的感觉减轻了，下午精神更好。饭后加吃甜点水果，很多人喜欢饭后来点水果或甜品，认为这是享受生活或者补充维生素。但对糖尿病患者和血糖偏高的人来说，这个习惯相当于火上浇油。饭菜已经提供了相当的碳水化合物，血糖正在上升阶段，这时再摄入高糖分的水果或蛋糕，只会让血糖峰值推得更高、更持久。如果真想吃水果，建议挪到2餐之间作为加餐，并适量减少主食摄入来平衡总碳水。如果饭后特别嘴馋，不妨选择含糖量低的食物，比如一小把坚果，既解馋又不至于升高血糖。当然，最好的饭后甜点其实是散步，走完一圈回来，你或许就不那么想吃甜的了。饭后抽烟喝酒，俗话说饭后一根烟，快活似神仙。许多人饭后习惯点根烟或小酌一杯，这些行为对健康的危害就不必多说了。抽烟会损伤血管，加速糖尿病并发症的进展，
喝酒则可能干扰血糖控制，尤其空腹饮酒容易引发低血糖或肝脏代谢紊乱。对糖友来说，戒烟限酒本就是基本要求，饭后更不应该拿烟酒当消遣，不如把这些不良嗜好改成健康的习惯，饭后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，活动筋骨，比任何事后烟、餐后酒都来得更有益。饭后10分钟运动并非只对糖尿病患者有效，事实上，很多人都能从中受益。2型糖尿病患者，这是首当其冲的受益人群，尤其是空腹血糖还行，但餐后血糖特别高的糖友，饭后走一走相当于给血糖加装减震器，能大大降低高血糖对血管和器官的冲击。对于需要胰岛素治疗的患者，饭后运动还能减少胰岛素用量，降低低血糖风险。糖尿病前期人群，不少人血糖刚刚超标，还未达糖尿病诊断标准，或者合并肥胖、三高等代谢综合征问题。这类人如果从现在开始每餐后都活动起来，往往可以延缓甚至避免糖尿病的发生。因为饭后控制住了血糖波动，胰岛细胞不会进一步衰竭，可能多年都保持在前期阶段而不恶化。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，代谢能力下降，饭后高血糖在老年人中非常普遍，就算没有糖尿病，也可能出现餐后糖耐量异常。饭后适度运动对老年人特别友好，不仅平稳血糖，还能预防饭后犯困，促进消化，保护血管。一项研究指出，老年人在晚餐后散步效果尤其显著，因为晚间是他们活动最少、血糖最容易升高的时段。对老人家而言，每天饭后规律的走动，也是保持生活自理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好方法。久坐的上班族，现代上班族往往白天坐着工作，缺乏运动，时间一长，腰围粗了，血脂高了，甚至血糖也开始偏高。如果你工作繁忙没空锻炼，不妨试试饭后走路当作运动，比如中午吃完饭到办公楼附近走走，或者饭后提前一站下公交步行回家。这些小改变累积起来，对改善体能和代谢大有帮助。此外，饭后动一动可以赶走脑中的倦意，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孕妇和家庭成员对于妊娠期糖尿病的孕妈，以及有糖尿病长者的家庭，饭后散步不妨当成家庭活动，全家人一起出门走走，不仅监督了需要控糖的成员，也让每个人都活动筋骨。这种共同的习惯还能增进感情，比各自玩手机要愉快健康得多。控制血糖从来不是靠吃药就能高枕无忧的事，我们的身体其实藏着一把钥匙，只要用对方法就能大大改善健康，而这把钥匙其实一直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餐后10分钟的神奇动作就是这样的钥匙之一，看起来只是简单的走一走、动一动，但背后蕴含的是强大的科学道理和持之以恒的力量。与其饭后昏昏欲睡或懒散不动，不如趁着这黄金10分钟为自己的健康投资，每走一步都是在把过高的血糖踩下去，把未来的并发症风险踩低1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从今天开始每天坚持饭后散步这几分钟，3个月后回头看看，你会发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。血糖稳定了，腰围缩小了，精神变好了，医生也开始减少你的药量。这些变化每一项都在向你证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你正在一点点逆转疾病的走向。健康并非一日之功，但只要找对方法，日日坚持，小习惯也能累积成大奇迹。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，控制好血糖就等于为自己的生命上了一道保险。而饭后10分钟的这个习惯，正是帮助你控制血糖最简单有效的工具之一。不要小看这每日的10分钟，它可能让你受益终身。现在就请你在下一餐饭后记得站起身，迈开腿，去迎接更健康的自己。